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杰克·杰伦哈尔主演的新片《无罪的罪人》第3、4两集。到目前为止，杰克·杰伦哈尔的表演都可圈可点。要说彼得·萨尔加德所饰演的汤米已经越来越有意思，他把汤米这个有点神经质的马屁精、阴险狠毒的设计在各方面压迫自己多年、拥有迷人外表、天生带有女人缘的萨维奇，小人得志、得意忘形的，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恰到好处的神经质和敏感，表演得入木三分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新的嫌疑人被牵扯进来，一些冲突也开始升级。无论在悬念营造以及在人物设计方面，这部翻拍剧都做得算不错了，至少它让人看到了一些与电影版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来说说剧情。上一集讲到，那个未知短信让萨维奇心乱如麻，妻子追出来询问，萨维奇交出手机，并承认那天晚上自己去过卡罗琳家。妻子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转身离开，丢下这个绝望的男人。萨维奇家被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芭芭拉看着坐立不安的丈夫，脸上的表情平静而冷酷。那个未知的短信又发来了，约萨维奇前往一个街头地点。萨维奇决定征求雷蒙德的意见。雷蒙德从噩梦中惊醒，他把噩梦告诉了妻子。妻子几乎认定这个噩梦就是真的，萨维奇就是凶手，这让雷蒙德很郁闷。却没想到萨维奇承认案发当天他在卡罗琳家，他去请求复合未果，气急之下用铜火棍打了卡罗琳，然后还拿着短信来问这该怎么办。雷蒙德强压着怒火告诉他，这很可能是个陷阱，并警告萨维奇，如果决意要去，那么最好别提那晚上的事儿。另外，雷蒙德决定再请一个女律师，介于两人的特殊关系，如果多有一个女律师会方便很多。芭芭拉也被公司放了一个长假，老板态度很坚决地认为芭芭拉来上班只会给画廊添麻烦，并且暗示芭芭拉应该赶紧离婚。离开公司以后，芭芭拉到酒吧排解郁闷。帅气的调酒小哥主动搭讪，女人干脆就把丈夫出轨并杀人的事儿说了出来，这让对方不仅充满同情，而且好感倍增。洛琳也很同情芭芭拉，甚至建议芭芭拉和这个调酒师浪漫一下。男人可以胡作非为，女人为什么要恪守妇道，还得给惹了祸的丈夫收拾烂摊子？但芭芭拉对这个建议不置可否，她那无所适从的眼神闪躲着。罗姐因为帮助萨维奇探监被汤米询问，汤米恶狠狠地威胁罗姐不准再插手这个案子。罗姐表示这个案子与邦尼案非常相似，所以去州监狱调查也是职责所在，并不是徇私。如果汤米非要借此做文章开除自己，那就等着工会的调查吧。要说这一招还真是厉害，肤色和性别就是反压迫的武器。一旁的瓜哥看出这样的讨论毫无意义，起身送客，并用领导的身份警告罗姐别想插手此案。工会会长也是自己的牌友，如果执意不听劝，那么自己也不会袖手旁观。偏偏罗姐最恨被人威胁，扭头就打电话调取邦尼安的卷宗，一副死磕到底的架势。萨维奇准时来到约定地点，没想到发短信的是卡罗琳的儿子迈克尔。男孩悲痛欲绝地告诉萨维奇，那天晚上他看到了萨维奇对自己母亲做的一切，还拍了照片和视频，而且他把这些都交给了检察长。之所以约萨维奇见面，就是想看看凶手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惶恐的样子。法庭的证据交换会如期召开，萨维奇和雷蒙德见到了这个毕业于耶鲁、年轻干练的女律师米娅·温斯罗。会议中，法官要求双方提交案件的相关证据。在证据中，雷蒙德没看到男孩拍的照片和视频，而且对方还把雷蒙德也列为了证人，甚至还有萨维奇的心理医生。萨维奇生气地说，大家都知道心理医生有医患保密协议，如果他出庭一定会提出这个保密协议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，这样就会给陪审团留下嫌疑人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印象。两边马上为这个争吵了起来。法官喊停了双方，并暂停了会议记录。他警告双方，大家都是法律内行，别把法庭变成耍手段、玩阴谋的地方。这次的庭审只能围绕证据和法律展开。双方都点头接受。雷蒙德马上提出对方有隐藏关键证据，在雷蒙德再三的追问下，汤米才不得不说是死者儿子提供的照片和视频，然后狡辩说这些照片和视频正在做真伪鉴定，所以没有提交。法官意识到检方律师似乎有意隐瞒什么，
于是要求汤米必须当天之内提交证据，并且警告检方离开庭还有2个半月的时间，不要再隐瞒什么关键证据，否则自己不会轻饶。萨维奇很开心地在家里诉说会议经历，并且说法官甚至同意自己参加案发现场的探查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但女儿却在追问对方提供的证据是些什么，因为这些将会在庭审中出现，并被媒体和周围的邻居大肆宣传。萨维奇一咬牙，把自己在案发现场留有的 DNA、视频证据、短信，还有胎死腹中的孩子等等一起都说了。儿子马上表示，父亲可以认罪，运气好的话加上减刑7、8年就能出来，但是如果谋杀罪成立，会被判处终身监禁。萨维奇愣住了，这根本不是服刑长短的事儿，而是儿子都已经认为自己是有罪的，这让萨维奇无比郁闷，任凭妻子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，直到儿子亲自来解释，萨维奇才得以平静。经过法官的警告，瓜哥和汤米也很郁闷。瓜哥提醒汤米要勿骄勿躁，谨慎行事，别被那些情绪影响了判断力，关键是能够赢，所以凶杀罪名以外的其他罪名可以暂时放弃掉。汤米借着3分9厘拍着胸口应承下来。现场勘查之前，米娅单独问萨维奇什么时候爱上卡罗琳的。萨维奇坦诚相告，在一次儿童性侵案中，卡罗琳表现出来的温柔和智慧让人怦然心动，但爱情是在不断成长的，促使他一发不可收拾的还有平时的很多点点滴滴。但他强调自己不会杀人，犯错不代表要取人性命，话语间充满了诚恳和笃定。在案发现场的勘查中，萨维奇几乎满眼都是和卡罗琳在一起的画面。雷蒙德打断了他，认为把邦尼案那份未知的精液作为新的嫌疑人提交的办法行不通，因为一旦提出新的嫌疑人，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，己方就要寻找那个不明精液的主人，如果找不到，就会影响整个诉讼。但是萨维奇坚持地认为，当陪审团看到案发照片的时候，那种愤怒的情绪肯定要找一个目标来发泄出来，如果没有人转移这个愤怒，那么自己就会给陪审团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。雷蒙德安慰萨维奇，婚外情并不代表一定会杀人，除非在萨维奇车上找到卡罗琳的血迹。另一边，法医认真地检查着萨维奇的车子，血迹倒没有找到，但是找到了一段车载电话的录音，录音里是萨维奇求见卡罗琳被拒绝的内容。汤米对这段录音非常满意，一遍一遍在办公室演绎着庭审举证时的得意。萨维奇也拿到了雷蒙德发来的男孩拍摄的照片和视频，他认真地翻看着照片，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一张儿子骑车闪过的脸。萨维奇和妻子马上赶往儿子凯尔的房间询问情况。儿子承认自己在听到父母吵架后，私下跑去探究卡罗琳的住处。萨维奇忍不住发起火来，凯尔提出想跟母亲单独谈，萨维奇差点原地爆炸。他强忍着怒气独自去了仓库，路上发现门廊的灯也坏了一个。妻子随后来告诉他，凯尔去的不止一次，而且他认为需要给儿子找个心理医生。话语间指责萨维奇刚才太凶了，这一句话就点燃了战火，两人大吵了起来。芭芭拉摔门而去。芭芭拉并不知道萨维奇那么激动，是因为如果检方抓住这张照片做文章，那么儿子凯尔也有杀人动机，很可能被列为嫌疑人。越来越乱，萨维奇的崩溃被老上司雷蒙德一眼就看了出来。萨维奇解释自己和妻子大吵一架，妻子可能想离婚，雷蒙德则认为芭芭拉要离婚不用等到现在，而且以他对芭芭拉的了解，他爱孩子胜过一切。倒是萨维奇藏在这副好皮囊下的是一个忧郁、强迫症、自恋狂的家伙，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猪哥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老婆情人都想要，结果一言难尽。陪审团一定觉得这个案情就那么简单，但缺乏新意，不能震撼人心。可是作为知根知底的老上司兼好友，倒是着实被震撼到了，自己的老婆也被震撼到了，想必芭芭拉也很震撼吧。即便如此，芭芭拉也没有走，好友雷蒙德也不离不弃。萨维奇追上来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，只是自己没把忏悔和赎罪写在脸上挂在嘴边罢了。但雷蒙德淡淡地表示，忏悔只是一种自我安慰，接受和承担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才是真正的赎罪。另一边，芭芭拉又去了那间酒吧，和酒保相谈甚欢。案件取证还在紧张地进行，汤米恨不得把办公室里和萨维奇关系好的同事都写上证人名单，搞得怨声载道。
但与萨维奇有过争执的邦尼案的法医却很乐意作为检方证人出庭。同时，汤米再次约见了卡罗琳的儿子迈克尔，一边提问一边引导孩子确定对萨维奇的指认。罗杰找到了未知精子的主人，他带着萨维奇来到这户人家。进去前，罗杰警告萨维奇不要吭声儿。女主人很客气地把他们让进屋，把老公叫了出来。这个一脸疲态的男人名叫瑞泽，他对来访的两人充满了警惕，尤其是看着萨维奇就觉得眼熟。他一定是看过卡洛琳案的新闻报道，只是一时间没想起萨维奇。他说案发时间他在上班，但当问到他在哪儿上班时，他拒绝回答。萨维奇绷不住了，开口就威胁，结果两个人直接被轰了出来，这让罗杰又失望又生气。案件的折磨让萨维奇整夜辗转难眠。起床时，他发现妻子不在，原来妻子在仓库里拼命刷洗儿子的单车。他害怕儿子成为嫌疑人，担心孩子车上沾有指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，哭着向丈夫倾诉，甚至担心孩子的肤色会成为罪状之一。这明显是在内涵美国警察屡次捉拿黑人嫌犯时造成的致死案。芭芭拉带凯尔去做了一次心理治疗，结束后他迫切地想知道孩子的状况。心理医生告诉他，和孩子做心理治疗需要时间建立信任。接着就表示，他们一家三口都找自己治疗是很不合理的，一般夫妻都不能找同一个医生，因为那么亲近的两个人的叙述会影响医生的判断，更别说一家三口了。接着医生希望芭芭拉留下来治疗，他分析芭芭拉有严重的强迫症，这来自于他对孩子强烈的爱，让他拼命想维护这个家庭的完整性，这导致激发了他的内心边界，也就是防御机制。如果不赶紧解决这个问题，很可能会导致一些极端的情况发生。医生尽可能的婉转，但是这些话已经让芭芭拉神色紧张而焦虑，说明心理医生已经一语道破他最致命的问题。检察院里，瓜哥问汤米为何要把一个女检察官列为证人。汤米认为这个女人肯定是暗恋萨维奇，所以得给她一点教训。瓜哥觉得这种做法太蠢了，找个敌人去给自己做证人，这是得多脑残才能想出来。他开始质疑汤米的能力，而且雷蒙德申请召开一次见面会，他猜对方可能找到什么新证据，要求做认罪减刑，自己很恼火这种被人吃定的感觉。汤米信心满满地表示一定不会让他们如愿的。米娅让萨维奇回忆案发当天的经过。那天晚上，萨维奇在办公室待到8点多，表面是在准备雷蒙德的竞选事宜，其实是在给卡罗琳发短信，但对方杳无音讯。烦闷的萨维奇没有回家，而是直奔酒吧喝了几杯酒。8点多，卡罗琳的短信终于来了，萨维奇带着3分醉意赶往卡罗琳家，正巧被卡罗琳的儿子迈克尔拍了下来。但对到了卡罗琳家发生的事儿，萨维奇显得拿不定主意，只说他和卡罗琳发生了争吵，然后他在11点回到了家。除却回家路程的20分钟，在卡罗琳家总共待了51分钟。这时间全在吵架吗？米娅问他。萨维奇无法解释，但他记得临走时卡罗琳主动献吻，这个亲密的举动让他觉得还有希望复合，于是上车回了家。可回到家一想，才意识到那个吻只是一个决绝的告别。米娅和雷蒙德讨论案情，米娅表示她对此案的进展很满意，虽然检方会极力证明萨维奇在这51分钟里对卡罗琳进行了捆绑、行凶杀人等行为，而且要清除自己身上的血迹和现场的关键指纹等等，这对检方来说是个大难题，而这个时间同样可以用来争吵，然后和好离开，但是一定不能让萨维奇坐上证人席接受质问，否则后果会很严重。与此同时，萨维奇在拼命地追查瑞泽。由于瑞泽在邦尼案里的死者邦尼身上留下了精液，所以萨维奇认为他铁定就是凶手。这个想法让萨维奇觉得，只要能证明瑞泽会虐杀妓女，再证明他与监狱里的利亚姆雷诺兹是朋友，就可以证明瑞泽参与了邦尼案。由于害怕被查到而杀死了邦尼案的检方检察官卡罗琳，其实这个想法是有破绽的。邦尼案的主犯已经被抓住并判刑了，如果瑞泽是参与者，利亚姆雷诺兹不可能不供认他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自己减刑。那么如果两人关系很好，利亚姆雷诺兹为了保住朋友而没有说，那审判前他没有说，定罪之后更没有必要说了。再说瑞泽根本没有必要再杀一个人，而且杀的还是邦尼案的主要检察官，这样会暴露自己。如果他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，那么他就不会努力维持家庭和对妻子那么在乎。所以萨维奇之所以认定瑞泽，完全是想借此摆脱自己的麻烦。汤米收到了法医送来的一份蓝色外壳的资料，这份材料应该不简单。
萨维奇在家主动给妻子芭芭拉打电话道歉，请求原谅。芭芭拉说自己在超市买菜，可她所处的环境灯光昏暗，其实她正在酒吧里和酒保相谈甚欢。酒保留了一个联系方式给芭芭拉，似乎在暗示进一步的关系。雷蒙德如约来到检察院，里面都是老熟人。被列为证人的女检察官私下告诉雷蒙德，自己不会在法庭做不利于萨维奇的证词。雷蒙德信心满满地推开了办公室的门，胸有成竹地隶属着检方的举证都无法给萨维奇定罪，何况还是一个三流蹩脚货来负责案件。汤米在一旁快憋不住了。然后雷蒙德提出，介于现在检方继续下去必输的局面，己方愿意接受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，最高3年刑期的认罪协议来结束这场诉讼。在雷蒙德一番势在必得的陈词后，汤米默默递上了那一份法医交来的蓝色报告材料。雷蒙德拿过来仔细一读，惊呆了。芭芭拉和萨维奇在一番激战后坐在游泳池边聊天，芭芭拉醋意满满地问萨维奇和卡罗琳是否会这样激情，萨维奇难堪地否认着。芭芭拉诉说两人可能真的已经没有爱情了。正说着，雷蒙德的电话打过来，他告诉萨维奇，汤米拿到了新的尸检报告，中显示卡罗琳的指甲里有萨维奇的皮肤组织。萨维奇否认着，忽然女儿的惊叫声打断了萨维奇，大门被吹得哐哐作响，门外有人大喊大叫，那是瑞泽。他大喊着，如果萨维奇再来骚扰自己家，那么自己也会上门骚扰。怒不可遏的萨维奇打开门，就把瑞泽暴揍了一顿，一拳拳发泄着长久以来压抑的心底的怒火。好的，那这2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到目前为止，本剧的烂番茄评分都还不错，影评人评分75分，观众评分82分。这个剧的节奏紧张，推进的速度也张弛有度，但可能是由影版的剧集在前吧。又是大名鼎鼎的哈里森·福特主演，所以大部分影迷已经知道了结果。悬疑片要是提前知道了结果，那根本就没啥悬疑可谈了，所以很多剧迷大呼无聊，节奏太慢。不过我觉得本剧对没看过影版的观众来说依然是一部不错的选择，至少烂番茄观众评分还是能说明这一点。包括豆瓣评分目前也是7.8分，比影版的还高了0.5分。好的，本期我们就聊这么多，更多精彩我们下期继续。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